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绿簪妖灵更新翻拍，杨紫热巴粉丝求后援会还钱，追星撕脸。电视剧《青簪行》突然莫名其妙登上了热搜榜。点开热搜之前，我还以为是这部电视剧预定上线的消息呢。但是后来才知道，虽然这部电视剧已经杀青很久了，但是男主角却已经入狱了。那么剧集怎么会预定上线呢？细细翻看热搜词条，才发现《钦差记》的制片方和资本方已经在筹划更换男主角重新拍摄。看来这一次 AI 换脸技术又要成功了，高科技确实少不了。只是真要用 AI 换脸技术，还得考虑被替换的男主和原来男主的形象相似度。不过零更新初步确定为翻拍男主角，单从身高来看，他就和原著男主角吴某凡相差无几了。不管你最后是选择用抠图技术替换原版男主，还是直接用 AI 技术替换原版男主的脸，这应该不会有太大的违和感吧？只是评论区的吃瓜网友们都替杨紫感到惋惜，毕竟《青簪行》在2-3年前就已经是连续剧了，直到现在才正常播出。难怪有粉丝又开始喊杨紫选剧本要慎重，因为选择搭档真的是要考虑再三的。一开始杨紫的管理团队会选择这个剧本，男主的人气流量肯定有喜欢的因素，估计基本没做风险评估。没想到风向骤变，评论区又出现了一条莫名其妙的词条：8分还钱。这次主角换成了迪丽热巴，题材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是粉丝要求歌迷会还钱。迪丽热巴粉丝团此前在粉丝群中贩卖没有实物的手办，大量粉丝掉入陷阱。想要钱没钱，想要东西却一无所有，怎能不惹粉丝生气？问号，毕竟谁的钱不是靠大风吹来的？哪怕是宣传自己的偶像，也要能看到回报。无独有偶，杨紫家的粉丝也开始在评论区喊话粉丝团要回钱。原来杨紫的粉丝团也高价卖过周边，结果一无所获。粉丝本来就是合规合法的，维权渠道当然肯定是维权不成功，所以在评论区喊了一声。因此追星一定要慎重，风险评估真的非常重要。光看颜值演技是追不上明星艺人的，你还需要仔细考虑这个人的性格和三观。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当个白嫖粉，那这些都不重要，多几面墙也是所谓的。如果涉及到投资回报率的问题，那么明星艺人能不能赶上来，就真的要衡量了。毕竟明星选择伴侣要慎重，网友追星也要慎重。花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小问题。现在有很多赚钱的后援会吗？02，杨紫终于换了新造型，扎马尾，漆皮裙尽显气质，30岁出众不娇艳。杨紫是当红的90后娃娃及女演员之一，从《家有儿女》到《欢乐颂》，每一部作品都展现了她的演技。小年纪就有这么好的演技，杨紫的实力还是广受观众喜欢。此外，杨紫低调的作风也深受大众喜爱。当然，作为女演员，她的衣品是毋庸置疑的。90后的杨紫，论颜值并不惊艳，也算不上同龄女星中的佼佼者。不过，她容颜妩媚，五官端正，容貌精致。与小时候相比，她少了几分稚嫩，多了一份优雅时尚。刘海乔扎着麻花辫发型，身穿深蓝色衬衫，杨紫俨然一副刚步入职场的小姐姐。当然，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，衣品是非常重要的。对此，杨紫更是头晕目眩。杨紫的穿衣造型让人眼前一亮，裙装时尚感十足，让观众赞叹不已。无论是西装领外套搭配裙装，还是衬衫搭配高腰裙装，亦或是高跟鞋，杨紫总能营造出不一样的视觉效果。修长的双腿和白皙的肤色，每一次出场都让人惊艳。此外，杨紫在出席品牌活动时也展现了可爱的一面。她的基本衣服是不同的，在服装造型上，杨紫的可塑性足以让观众惊喜。近日，她出席了新片《烈火英雄》的发布会，新外观美得令人瞠目结舌。她跳出了以往少女路线的风格，展现出轻熟女王的一面。除了新的服装款式，她的发型和妆容也焕然一新，少女感十足的刘海没变，高马尾加上个性大耳环，让本来就小的脸变小变美了。时髦。发布会现场，
杨紫身穿少女粉色衬衫上衣，搭配深红色漆皮裙和高跟鞋，颇有女总裁的感觉。虽然这件衬衫单调乏味，但她选择的深红色漆皮裙子是一件很有个性的单品，再加上黑色腰带，让她的身材看起来更加修长，身材呈现出一种金色的状态，十分吸睛。可见杨紫对这次新片发布会的重视程度，她也抓住了这次机会，完美展现了自己的性感气质和优雅时尚的个性。虽然杨紫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但从这次发布会来看，她已经从稚嫩的少女逐渐变成了妩媚的女王。未来她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03肖战疑出演徐克新片挑战经典角色，郭靖被质疑太帅不适合。日前有网友爆料称，肖战周还将出演徐克新片《大侠》，饰演影视经典形象郭靖。这件事很快引起了肖战粉丝狂欢的注意。转型第一步，但有网友质疑肖战的形象与郭靖这个角色不太契合，也有网友不知该夸还是贬，表示因为肖战太帅了，他不是适合这个角色。郭靖这个角色大家都知道，一个从默默无闻到一代英雄一路打拼的人物，如果他打得好，自然会为球星本身加分不少。大波吐槽肖战帅不帅，这不是他第一次接触类似的角色。在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诛仙》中，张小凡的经历和郭靖有几分相似。吐槽一下，不过我已经有过经验了，他应该能在主演会上抓到。不过说实话，肖战和徐克在这部电影中的角色真的不太合适。首先，徐克是拍武侠出身，诛仙是童话玄幻，后期有特效加持，武侠需要演员自己的武功过关。肖战半路出家，别说武功，连舞蹈功底都没有，非挂在这棵歪脖子树上不可。其次，可能是因为走红的渠道不同，肖战的粉丝自然是比较腐女了。早年和王一博的 CP 粉数量远大于魏凡，这波粉丝的属性就算后期进化了，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为了讨好粉丝，肖战无论是平时的妆容，还是谈吐举止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妖艳感，就连一些女演员看了都觉得自惭形秽。如果演一些少年角色和偶像剧，这种气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，甚至可以算得上是优势。但是用这张脸来代替正义的郭靖，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不舒服。不过，只要演技过关，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。毕竟，演着各种接地气的角色，顶着一张漂亮脸蛋的前辈不在少数。大多数有深度的角色，只是为了取悦粉丝的偶像剧。以他现在的演技，很难达到让人可以忽略他的气质和角色不合适的地步。不过现在讨论这些还为时过早，因为这部电影的演员阵容还没有真正官宣，网上流出的只是电影立项截图，只列出了导演的名字，尤其是在当下的影视行业寒冬中，像徐克这样的大导演，总是有演员盯着他的镜头，即使演员真的进组了，也有可能临时被换掉，没有官宣，没有任何意义。这个瓜会不会落到肖战手里，还有待商榷。说起来，现在电影圈也挺着急的。过去像徐克、张艺谋这样的导演，2-3年打磨一部作品很正常。现在从开始到发布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就算是大出口，后期质量也很难保证。今年的《满江红》就是一例，虽然票房相当成功，但口碑崩塌，成为一部局限于影迷圈的好电影，票房的真实性仍存疑。多亏主演们的后血才没有受到影响，如果是普通的明星，早就被吐槽了。《射雕英雄传》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已经播出的几个版本的评分都维持在8分左右。作品问世，希望这次能够不负大家的期待，给大家带来惊喜。04向往的生活要停播了，张艺兴、张子枫含泪告别。向往的生活最新一季4月28日开播，观众看到了更多的离别和伤感。最新一季，张艺兴、张子枫、彭昱畅相继退出常驻嘉宾行列，只留下何炅、黄磊2位空巢老人作为常驻嘉宾。在本期节目中，黄磊也确认这一季《向往的生活》将是最后一季，之后节目将停播。这不是一种悲伤。《向往的生活》开播以来，蘑菇屋始终充满欢声笑语，给大家带来了不小的治愈力量。事实上，暂停的原因只有几个：一是该剧已经有7季了，在创意方面并没有太多新意；就是张艺兴、
张子枫等常驻嘉宾这一年太忙了，他们忙于拍摄各种电影和电视剧，很难聚在一起录制节目。在正确的时间说再见不一定是坏事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张艺兴和张子枫分别发文告别向往的生活。张艺兴给节目组写信，感谢节目组和其他老师、嘉宾的付出，表示自己非常珍惜这些回忆。张子枫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表示，记忆中的每一个场景都弥足珍贵，感谢家人一路陪伴我成长。想念蘑菇屋，想念老朋友，愿每一位来到蘑菇屋的朋友都能安安心心地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。看似简单的话语，却折射出他内心的不舍与憧憬。何炅和黄磊不远千里来到张艺兴和张子枫的拍摄地，告诉他们停播的消息。那个时候，子枫姐姐的眼里已经充满了泪水。不管怎么说，向往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，蘑菇屋里的点点滴滴都会深深地留在观众的脑海里。希望继续最终季节目会更加精彩，大家分开后会有更好的发展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